仔细看这个外国人是怎么吃霸王餐的，抠开戒指拿出苍蝇，沾上点咖啡扔到桌上，然后男人就开始吭咔的咳嗽。服务员一来他就说咖啡里有苍蝇，差点就被自己喝进肚里。服务员立马叫来了经理，经理只好把那杯咖啡免单。男人一听当时就乐了，居然只免单这一杯咖啡。他问经理剩下的菜怎么整，经理也很尴尬，因为那些菜让他舔的只剩盘子了。男人的大脸盘子一下就噜下来了，吵吵把火的让周围人都过来看小苍蝇，并且把苍蝇的尸体圈住当做证据。可想而知，他又成功骗到了一顿大餐。男人有个响亮的名大山，他是骗子中的佼佼者，衣食住行全部靠骗，但他压根儿就不缺钱。大山十分擅长画画，仿出的名画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，曾多次以超高的价格卖给当地高官，甚至用他那3寸不烂之舌把里约热内卢的旧式基督像都卖了出去，说他是王者都小瞧了他。第二天他从钱堆里醒来，发现卖雕像的事儿上了新闻，还遭到了全城的通缉。买画的高官也发现全是假的。大山一回到家就懵了，自家的墙壁上写满了威胁的话，柜子里藏的马内也都不见了。此时外面已经响起了警笛声，他急忙来到车库，打算开车逃跑，可下一秒只见那女人直接爬了起来，大山一看竟是他那异父异母的亲姐姐，女人叫大美，是个街头卖汉堡的小商贩。几天前他遇到城管突击检查，为了餐车不被拖走，他上交了自己全部家当。可到了晚上又来了一波城管，直接就给餐车拖走了。原来白天的那人竟是个骗子。走投无路的大美只好找到弟弟大山，想借钱买辆餐车继续出摊。可他不知道大山此刻也身无分文。大山看着姐姐想到了一个好主意，但前提先要给他搞身行头。他带着大美来到一家服装店，紧接着开始了神仙操作。仔细看这俩人是怎么偷东西的。女人先是往身上狂塞衣服，出来时那衣服都快撑爆了，小店员愣是没看出来。大美还是有些害怕，想要赶紧离开，但大山却说他身上的安全签太多。 Pelo amor de Jeová, eu não posso ser presa, eu não quero. Calma que tá tudo sob controle. Agora é só esperar. 大山咧嘴一笑，急忙让大美趁机走了过去。原来这都是在大山的计划之内，他早就把带着安全签的衣服放进了女人包里。接下来他们就要开始搞钱了。大山盯上了一块肥肉，那就是在海边租游轮的人。大美来到女人旁边，假装自拍，实则是拍下支票上的名字。等女人一走，大山就乔装打扮来到柜台，假装是刚才那个富婆的助理，说刚才给错了支票，顺利用假的把真的换走了。随后来到银行兑换了支票，还在数字前面加了个1，一兜子的马内就到手了。他给大美买了一辆小破面包，大美开着小面包，心里乐开了花，可高兴不到2秒，撞上了一辆拉小鸡儿的车，那鸡毛和马内满天飞，他们蹲在地上一张一张的捡。此时远处有警车驶来，二人顾不上马内，慌张逃跑。大山再一次身无分文。到了晚上，他们只能睡在小面包里。这时收音机里播出了一则新闻，是他们被通缉了，两人只好再次逃亡。第二天，两人穿了一身白大褂，拎着急救箱来到机场，说有一个患者急需这颗心脏。就这样，两人成功登上了飞机。下了飞机，大美因为尿急去了厕所，大山等在外面，发现气氛好像不太对劲儿。果然是佛波勒找到了他，连跑带颠的就给他带走了。进了局子，大哥就开始跟人家商量，问可不可以给个机会让自己戴罪立功。他是一个高智商的诈骗犯，刚进局子就跟人家商量，想要戴罪立功换取自由。他说一个高官利用他的画洗黑钱。佛波勒一听这条鱼大呀，立马就答应了，但想要收集到证据，他需要一名帮手。于是他找到姐姐大美说明了情况。大山再次仿造了一幅名画，在大山的远程指挥下，大美顺利跟高官的手下接头，大山则在远处拍下证据。回家后，大山照着镜子开始捯饬，粘上一撮小胡子，再戴上小眼镜，伪装成服务生混进拍卖现场。那个高官就是利用买来的假画进行拍卖，再由手下哄抬价格，从而将手里的马内洗白。就在成交的那一刻，大山拿着一幅一模一样的画，当场拆穿了高官的洗钱行为。佛波勒立马站起来主持大局，然而并没有直接逮捕那位高官，因为他是联邦议员，有着司法特权。随后大摇大摆的走了。
了。紧接着大美就被人抓了起来。原来照片上交易的人是大美，既然抓不了高官，只能抓大美来顶包。大山本以为自己可以重获自由，没想到却害了姐姐，于是他决定代替大美入狱。最终大山被判了8年的刑期。可18个月后，大山就被放了。他凭借着高超的骗子技能，成功获得了减刑。从此之后，他改邪归正，不再行骗，和姐姐开了一家快餐店，名字就叫骗子餐厅。话说，你们被人骗过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